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Amanda。之前去日本旅行的那个视频大家有看吗？当时我有问大家说想要看我复刻在日本吃到的哪一道菜，然后大家众口一致的选择了手语鲜唐扬这道菜。其实很简单啊，它就是名古屋风格的炸鸡翅。手语鲜其实指的就是鸡翅，可以用翅中，也可以用全翅。这里有12个翅中，均匀的撒上盐、黑胡椒，薄薄的覆盖到两面就好了。淋上1大勺清酒，放几片姜，腌制需要至少1个小时。接着是最重要的酱汁部分，因为这种炸鸡很类似韩式炸鸡的做法，是先炸再蘸酱的。切点姜片、蒜片，调料有日料3宝、酱油、味淋、清酒各2大勺。姜蒜片下锅，加糖2小勺。黑胡椒碎1小勺，胡椒用量很大的，不要吓到哦，也不要怀疑，这道菜就是需要这么大量的胡椒。煮开后，用1小勺玉米淀粉加2大勺水勾芡，还有最后加半小勺米醋，让酱汁有点若有似无的酸味儿。过滤去掉姜蒜片，酱汁就做好了。另外可以再炒熟一点白芝麻做装饰。鸡翅腌好，可以开始裹粉来炸了。在日本一般会用土豆淀粉，不过我今天用的红薯淀粉会更脆一点。鸡翅要先沥干水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给鸡翅裹粉最简单方便的做法，就是找个大一点的保鲜密封袋，倒入3大勺红薯淀粉，鸡翅丢进去，拉好夹链，开始疯狂摇晃，这样裹粉可以又薄又均匀又省粉。还不脏手，不用多洗1个碗，非常好用。裹好的鸡翅可以用网筛抖一抖，去掉余粉。烧一小锅油，160度，鸡翅下锅，尽量保持这个温度慢慢炸，大概要4到5分钟。捞出，接着还是老套路了，等油温升高到180度，回锅复炸1到2分钟。这样鸡翅表面就是这样金黄又酥脆。来听一下这个外皮的声音。炸好的鸡翅放刚做好的酱料里蘸一下，这样两面快速沾满酱汁就好，千万不要浸泡哦，要保持外皮的酥脆。最后撒上一点炒过的白芝麻就好了。一般吃炸鸡我是不会用烤箱替代油炸的，因为那个脆皮的口感真的有差。我觉得都要吃炸鸡了，就别在意那点油分了。炸出最好的口感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过这道菜是个例外，因为裹粉比较薄，用烤箱效果也不错的。最好是用这种烤架，刷点油防粘。鸡翅放上去，放入预热过的200度烤箱烤30分钟。中间15分钟的时候记得拿出来翻个面。不过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悖论，这道菜叫手语鲜唐扬嘛，其中唐扬是油炸的意思。那换成烤箱岂不是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了？烤出来的鸡翅呢，是肯定没有炸的那么脆，但是口感是很好的，是外酥里嫩的。和刚才一样，两面沾上酱汁。除了白芝麻呢，表面还可以撒点七味粉。这道手语鲜唐扬呢，是日式居酒屋里头超级受欢迎的一道菜。一般点它的客人都会用来配啤酒，因为它口味比较重嘛。那我是觉得，其实像这种比较重口的炸物，也很适合配这种德国的干型雷司令，尤其是带气泡的干型雷司令起泡酒，不会过于甜腻。气泡的清爽感配炸鸡脆脆的外皮，可以说是双倍的快乐。炸鸡本身的调味呢，有咸有甜，还有一点酸。并且有很强烈的黑胡椒的香味和辣味。雷司令特有的柑橘类酸爽口感，可以中和掉炸鸡的油腻。正所谓炸鸡配酒，越吃越有。对了，上次在名古屋的炸鸡翅店里有看到店家推荐炸鸡翅标准吃法，一共4种，来一起学习一下吧。第一种，掰开鸡翅，露出2根骨头，一起抽出，得到一块无骨鸡翅肉。第二种，鸡翅从2骨中间1分为2，分别吃掉剩下骨头。第三种，松动鸡翅一头，分开2根骨头，抽出1根，
再抽出一根，得到一块无骨鸡翅肉。最后一种吃法我感觉难度还挺高的，也是掰掉一头，然后它要鸡翅进去，骨头出来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